多国预感阿富汗崩盘在即，中国连发罕见预警。外媒讽刺美国将重演46年前丢人一幕，为何说给台当局当头一棒？在美国5月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后，阿富汗政府军和塔利班频繁发生交火。从趋势来看，阿富汗崩盘在即，而中国也连发2条罕见预警。截止到19号，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公布，塔利班声称在短短几周内，已经在农村地区夺取了40多个区和政府军据点。阿富汗形势和90年代一样，30年战火纷飞，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点。在塔利班势如破竹的时候，阿富汗政府军节节败退。据阿富汗当地媒体 TOLO New 披露，全国各地大量政府军投降，并上交所用的军用车辆、武器和弹药，人数可能高达100多人。对此，阿富汗国防部称这是不实新闻。不过，面对塔利班的攻势，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紧急撤换了2名阿富汗国防高级官员，任命与塔利班有丰富战斗经验的新将领。虽然塔利班对政府军全面进攻是从5月开始升级的，外界认为是因为美军全面撤军导致的，但是拜登的撤军计划不是约定的5月，而是延迟到了9月11号。6月初，美军撤离速度还是30%到44%，这说明塔利班根本没把美军放在眼里。而依照美国的政府军陷入一触即溃的局面。在6月21号，据阿富汗阿里亚纳新闻社报道，当天塔利班又夺取了阿富汗全境4个省的17个区，消灭了国防军的精锐特种部队，攻入了昆都市等大城市的近郊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在6月20号，中国外交部和驻阿富汗大使馆突然就阿富汗局势发布最新通告，建议中国公民尽早离境。这是自5月27日以来，中国第2次发布类似声明。相对于5月如非必要，请尽快离阿的规劝，这次尽早离境的措辞，证明了塔利班全面进攻已经开始。很多国家都发现阿富汗崩盘的可能性。美国、英国一边加速撤军，一边设法展开斡旋，但几乎没有效果。而塔利班的高歌猛进与节节败退的政府军以及灰溜溜撤走的美军形成鲜明对比。对此，阿联酋国家报形容，伴随着塔利班的围攻，美国将会在阿富汗面临不亚于越南战争的失败。同时，喀布尔也将重演1975年美军从西贡大撤退时的一幕。即使美国加上各欧洲大国在阿富汗折腾了20年，最后还是被塔利班打出国门。这一幕也给倚仗美国的势力当头一棒，美军的战力让台独分子崩溃。就这还怎么和大国对抗？关键时刻，中东要变天，拜登迎来新的噩耗，能摆平难题的竟只有中国一家。中美首脑会晤或已经在路上，是真的离不开中国。近日，伊朗内政部宣布，伊布拉辛莱西以1780万张选票成功赢得伊朗第13届总统选举。数据显示，选票共统计90%，莱西得票率高达62%，大幅领先其他总统候选人，直接获胜。该消息一出，外界均分析，反应最大的很有可能是美国。莱西是什么样的人？近日，以色列外长拉皮德给出了答案。在得知莱西当选后，竟痛骂歧视德兰黑屠夫，要求莱西立即结束破坏性的地区野心。莱西本就是强硬保守派，如今成为了新一届总统，不仅意味着其获得了伊朗保守派和强硬派的广泛支持，而且意味着此次大选很可能是衡量伊朗政坛未来走向的风向标。强硬派的上台，欲将导致伊朗核问题更加复杂化，中东好不容易有所缓和的局势，很可能因此再度紧张。至少在分析看来，莱西不可能继续鲁哈尼此前的温和路线，而顺着这个角度，伊朗在未来有很大可能不会轻易对美国做出任何的妥协。莱西上台促使中东要变天，在此背景下，美国无异于迎来了新的噩耗。要知道，现在的美国为了对付中国，开始在中东地区进行战略收缩，准备集中全部的精力与中国对抗。但是为了撤出军事力量后，在中东的地位不受到影响，美国想尽办法与以色列、阿拉伯等国和解。原本计划都在按照美国所设定的那样一步步进行，可中途跑来一个伊朗新任总统，偏偏还是个强硬派，相当于在告诉美国，此前所有的计划都很可能因此泡汤。再者，拜登此前想重返伊核协议，本就遭到国内相关势力的抵制，伴随着莱西的上台，那些势力必定会借机向拜登施压。如此一来，美伊两国的关系必定会加速恶化。这对拜登来说不是噩耗是什么？处于国内疫情以及经济危机的美国，加上现在中东所迎来的噩耗，拜登可谓是寸步难行。在这方面，现在的西方根本无法替美国解决难题，毕竟他们自己都自身难保。思来想去，或许只有中国能够帮美国摆平了。中国作为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是最先摆脱疫情危机和经济危机，更是疫情后在短时间内经济迅速复苏的。纵观世界各国，没有除了中国以外更好的选择了。只不过这样一来，美国岂不是要跟中国低声下气的求和了？
当然，不管美国最后是否会主动寻求与中国展开双边领导人会晤，我国都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拜登这一套路变相来说，跟近期刚结束的美俄会晤那一套是一样的，根本不是真心要跟中国求和。总之，美国离不开中国是真，是否会为了解决难题求和，就看美国诚意有多大了。伊朗新总统对美国放狠话，还提到了中伊25年协议，美元霸权或遭重创，这会是中国的机会吗？最近一段时间，备受关注的伊朗大选终于落下了帷幕。正如之前外界所预测的那样，最终是保守派的反美斗士莱西获得了伊朗新总统的宝座。很显然，对于美国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消息，因为有分析认为，从莱西的个性和经历来看，他不可能延续之前伊朗对美的温和路线，更不可能轻易的对美国做出妥协。果然，这一观点很快就得到了证实。据英国路透社报道称，伊朗新总统莱西在当选后的首场记者会上，就对美国展现出强硬立场。他表示会支持伊朗与世界6大国就重启伊核协议进行谈判，但同时又公开拒绝了与美国总统拜登的谈话。即使是美国取消了对伊朗的所有制裁，莱西也坚定地对记者表示不会与拜登会面。对此，莱西强调称，伊朗的对外战略不会局限于伊核协议，也不会将伊朗民众的利益与该协议捆绑。在他看来，伊朗不应该为了谈判而谈判，而是对外要有自己的态度。所以他对美国放狠话称，如果美国不能保证伊朗的利益，那伊朗在伊核协议上与拜登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很显然，莱西在美伊谈判上的态度非常明确，那就是美国必须要先表示出诚意，伊朗获得利益之后才会采取措施，而不是用制裁来胁迫伊朗让步。另外，莱西接下来的表态才是让美国最为担心的。他认为，伊朗目前面临诸多问题的根源，其实不在于美国的制裁，而是伊朗自身的发展不当所致。他声称，伊朗已经有了进一步的计划，来努力增加国内生活用品的供给，以避免美元影响到伊朗民众的生活。毫无疑问，莱西这番表态正是戳到了美国的软肋。他想表达的就是要帮助伊朗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如果在全球去美元化的背景下，伊朗再宣布加入去美元化，那美元霸权必定会遭到重创。最后，莱西还特意提到了中伊关系。他表示，中伊25年协议对于双方来说都相当重要，这不仅加强了两国的合作，也有利于将目前的双边关系推向历史最高水平。因此，有分析人士认为，在欧美反复无常，伊朗又与西方在短期内难以达成战略互信之际，这正是中国跳出东亚围堵、加快能源布局的大好机会。我国可以利用这一时机，与伊朗展开合作，为全球去美元化进程再添一剂大火。美国在中东遇到难题，这次彻底断其后路的竟是中国盟友。为何说数百亿美元恐怕会打水漂？最近一段时间，随着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近，塔利班的攻势也在不断扩大。有外媒报道称，塔利班已经在最近几周夺取了40多个区，而且还缴获了大量的重型卡车、火箭炮等美式武器装备。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高层担心，一旦美军从阿富汗完全撤离，那这里必定很快会被塔利班占领。如此一来，美军想要再次回到中亚地区就会显得非常困难。因此，美国高层决定要将撤出的军队和情报机构转移到阿富汗的邻国，以便随时能够监控中东的局势，继续维持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然而，让美国没想到的是，他们这一次在中东遇到了难题，并且这个难题还是中国盟友所造成的。我们都知道，在美军发动阿富汗战争之后，就一直通过巴基斯坦的军事基地为美军提供补给和支援，因此巴基斯坦也就成为了美军继续干涉阿富汗内政的最佳立足之地。但是近日有报道显示，美军想要借用巴基斯坦军事基地继续监视阿富汗的行为，遭到了巴方严厉拒绝。巴基斯坦外长和总理均作明确表态，声称巴方将不会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也绝不允许美国情报机构在美军撤离之后继续使用巴基斯坦基地开展任何活动。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由于阿富汗周边的中国、伊朗和俄罗斯势力是绝对不可能为美军提供军事基地的，所以巴基斯坦的强硬表态无疑也是断了美国在中亚的后路。或许真的就像美国高层所担心的那样，在美军完成撤离之后，他们不但会失去对中亚的控制，还会丧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届时，美军就真的可能与阿富汗彻底无缘了。而此前为了扶持阿富汗政府军，花费数百亿美元配置的武器装备，也许都会随着塔利班的攻击变为打水漂。最后我们想说，尽管美国实力强大，但是也逃不出真理的制裁。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美国的霸权主义为世界带来了无尽的战争与灾难，而中国追寻和平发展的理念也让我们获得了更多的友谊。
巴基斯坦对美国的强硬态度，在为中巴关系打上一剂强心针的同时，也宣告了美军在阿富汗20年的战争终究是一场空。